蓝胖子一个大喷嚏，没想到未来高端机器猫竟然感冒了，准备睡个美容觉，却来电话了。家里正好还没人，蓝胖子只能硬上了。岂料大熊遭遇了大危机，自己养的娃还得自己扛，顶着病恹恹的身躯来到大熊身旁。大熊的危机很奇葩，左拐代表回家学习，右拐代表去媳妇家天上人间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，大熊竟然还迷茫。蓝胖子一个大喷嚏，搞不懂小孩子为啥活得这么累，但自己的娃又不能撒手不管，只好拿出指引天使，这可是选择困难症的对症良药。大熊不知道左拐还是右拐，但天使果断的选择右拐，毕竟人活着不就图个快乐吗？这么不上进的话说的有问题吗？必须没问题呀！蓝胖子刚想走人，岂料大熊又问：谁是世界上被书包最帅的人？毫无疑问，这人定是蓝胖子。大熊潇洒的走出2步，觉得这个娃娃相当可靠。娃娃让大熊往左拐，岂料大熊想走近路，不听娃娃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大熊被抓去凑人头，自己选的路，哭着也得走。胖虎的拳头娃娃也怕呀，只能让大熊先打棒球。拿着娃娃打棒球，大熊你瞧不起谁呢？胖虎一个偷袭，娃娃显然出手了。娃娃这么厉害，胖虎巴不得来套俄罗斯套娃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娃娃是个懂球的，让大熊先后退，接着再往右走9步，最后举起双手，小夫都看呆了。轮到大熊出击了，胖虎让大熊继续发光发亮。论球技，大熊可没那自信，岂料娃娃搞起了战术，先送了2球，然后让大熊正常发挥，最后逃。大熊都听懵了，大熊一个击飞，扔掉棒子，撒腿就跑，棒球直接命中狗子，顿时场上乱了，虎父2人不幸中招。这就是娃娃的策略。大熊终于能跟媳妇儿闺房相聚了，岂料玩个游戏，娃娃都要插嘴，玩游戏赢媳妇儿，这不是让大熊被失恋吗？这时丈母娘送来热茶，大熊喜甜，可娃娃表示这对身体不好。大熊开始对娃娃有些反感了。大熊玩得正嗨，娃娃又让大熊赶紧回家学习，毕竟现在不学习，明天就是逃不过的0分了。静香还想留人，可娃娃此时已接近暴走。静香卖的蛋糕刚烤好，也想留一留未来女婿，可娃娃毕竟不懂爱，就让大熊做鬼脸。这下想留都留不成了，估计这个未来女婿的位置也丢了。大熊对娃娃的怒气值已拉满，踩进水坑的厄运成了大熊爆发的导火线。可娃娃不讲武德，而且还动了嘴。大熊这才发现被坑了，大熊开启战斗模式冲回家中，刚要开启嘴炮模式，却发现蓝胖子已经病入膏肓，而且少了一根螺丝。听说可能会阴阳2隔，大熊彻底慌了，要帮蓝胖子找回螺丝。蓝胖子此时想起了什么，可还没开口就彻底死机了。大熊要出门寻找，可娃娃还是让大熊学习。大熊跟娃娃一路嘴炮攻击，还拐角遇胖虎，看着胖虎要变一拳超人，大熊慌了。但为了蓝胖子的生命，大熊选择正面刚，即使被打飞，大熊也会再一次爬起，却意外让胖虎摘下了娃娃。娃娃让胖虎最好回家，因为今天的货还没送。大熊不抛弃不放弃，最终在黑灯瞎火中找到了螺丝，火急火燎冲回家，为蓝胖子装上了螺丝。经历过生离死别，才知身边人的重要。至于娃娃嘛，现在已经赖上胖虎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娃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老妈一把年纪就有个少女梦，本以为会听到几句赞美之话，可大熊的话太扎心，说老妈像凸眼金鱼怪。是老妈平时对你太温柔，还是你觉得老妈好欺负？一声女帝咆哮，就把大熊吼出了房间。在老妈这里受了委屈，就只能去找老爸诉苦。老爸难得当回艺术家，想让大熊来个5星好评，大熊又忘了是怎么得罪的老妈，说这话的都是什么玩意？结果又喜提2次暴击，大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明明让我实话实说，结果却没人爱听大实话。大熊想学学违背良心的说话艺术，蓝胖子只好拿出赞美口红，可这色号蓝胖子都不能驾驭。岂料蓝胖子开口即毒舌，说的又傻又笨还很温柔。原来蓝胖子用错了色号，刚才的色号是吵架口红。蓝胖子再次涂上姨妈红，身上就多了个妖娆的蓝胖妹，瞪大眼睛就说起违心的话。熊猫的眼睛充满智慧，无尽的才华必将厚积薄发。没错，你就是日本的未来。这波赞美让大熊乐得原地蹦迪，说什么也要当把美妆博主。口红一上口，250斤的胖子都被说成非常显瘦。老妈还在吃着零食压火，就看到大熊顶着一张烈焰红唇来了。老妈，你今年40，明年18，集美貌与温柔的化身，是日本的林志玲。老妈一听，别停，继续夸，厨艺天下第一，谁娶了你真是赚大发了。大熊的话直击老妈小心脏，说什么今晚都要做大餐。老妈正面哄的是心花怒放，老爸正面还怒火中烧呢。岂料大熊两眼泪光，
竟当着老爸的面把婀娜奉承做到了极限，说老爸是人中之王。老爸瞬间破防了，就爱听这种大实话。一家三口上演了一段母慈子孝的大戏，看着成吨的战利品，大雄要乘胜追击，夸遍天下所有人。胖虎又在日常打劫了，大雄一来就准备3杀。哎呀，高富帅，你这衣服咋那么好看呢？要不是咱俩是朋友，我都以为是哪个明星来了呢。拿下手杀，大雄又瞄准媳妇儿，媳妇儿的美由内而外，拉的一手好提琴，那是让我日思夜想啊。静香感动的差点原地表白，光夸别人，胖虎怎能乐意？小廖大雄大掌一挥，别急，咱慢慢说。虎哥，你唱歌那么好听，不考虑参加好声音吗？就你这天籁之音，绝对能火遍全球。不如你们仨弄个组合，至于组合的名字嘛，小伙伴们来起起看。又是成堆的战利品，静香小夫不用说，就连胖虎都把抢来的东西拿来上供了。蓝胖子劝大雄适可而止，但大雄已在局中迷。绿神城大发雷霆，大雄就要当热心市民。大雄口吐莲花，一顿叽里咕噜，神城就小脸燥热，主动上供。讨好人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，大雄要对狗子下手了。平日的天敌就主动送上了狗粮，岂料草丛出大汉，用刀让大雄乖乖闭嘴。可大雄的最强兵器就是这张嘴。哇哦，我这不是遇到了小偷界的吴彦祖吧？小偷一高兴也要上供，还好警察及时赶到。老妈正在家当主妇，就看到了口红，可盖子一开竟是毒奶色。大雄说了一天好话，终于说累了，却迎来了他之前造下的孽。静香的小提琴，胖虎的歌唱，小夫的走秀，这3人单独拎出一个都能单杀，3人合体的群体魔法那都能灭世了。吊着一口气回到家，就看到老爸都被老妈说哭了。那么小伙伴们喜欢听实话还是好话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厉害了，竟然迷上了中国的修仙，瀑布的冲刷强化我体魄，腾云驾雾净化我心灵。大雄这是要斩断红尘了吗？好好的5一小长假，大雄却被老师特殊关照，安排了成吨的作业，但他一点也不慌，满心只想着玩。此时的小伙伴们正在空地上商量着今晚的露营食谱。大雄一来就打听今晚的计划，当听说今晚去露营地住别墅后，大雄兴奋地表示自己也有空。可胖虎却担心起了大雄成吨的作业，情敌学霸趁机插话，让大雄以学业为重，媳妇儿还不忘补刀，让大雄好自为之。大雄迈着丧偶的步伐回到家，一开门又遭到了女帝老妈的一声吼：城里人套路深，俺要回火星。大雄渴望去深山过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蓝胖子感觉大雄都快成仙了，可大雄却连仙人是啥都不知道。蓝胖子只好拿出一个箱子开始讲解。在中国，有一些不问世事、修真成仙的人，他们还会腾云驾雾、修口碎大石之类的奇招。大雄也想当仙人，可蓝胖子表示那都是传说啦。可蓝胖子手里拿的不就是成仙的道具吗？蓝胖子不给，大雄直接上手去想，还以作业为掩护，只要有了法力，作业还不是分分钟搞定吗？眼看说不过大雄，蓝胖子只好把道具借给了大雄。大雄通过任意门来到了仙气飘飘的修炼地，先是用打气筒造了一个仙人之家，而后进入屋子，打开了道具箱，拿出神仙机器人，让仙人教他不费功夫就能学会的法术。但仙人脸色一变，对着大雄就是大棒80。看大雄不服，仙人又是一套大棒80，小棒40，气得大雄带上竹蜻蜓就要送走这个假神仙。可神仙举手间就能翻云覆雨，一道闪电把大雄电得外焦里嫩，香气飘飘。这下大雄终于学乖了，态度谦逊的诚恳拜师。而第一课就是腾云术，大雄直接蹦上筋斗云，还没站稳就摔了个屁股蹲。看来大雄还是心有杂念啊，只能先从心无杂念开始修行了。可对于睡神来说，心无杂念什么的简直不要太轻松，这给仙人气的，直接一波电疗攻击。仙人让大雄自己修炼，可平时这个时候大雄都是睡觉、点心加电视。大雄决定先逃再说，可任意门却凭空消失了，看来不修成仙是别想离开这里了。大雄一听仙人要带自己吃神仙的食物，手脚灵活的都能徒手攀岩了。可到了谷底才知道，神仙的食物就是晚霞。大雄学着神仙那样猛吸晚霞，差点没给自己吸缺氧晕过去。第二项修炼就更狠了，恐高的大雄往下一看，整个人直接晕了过去。接下来是求上走人，却被大雄练成了求追大雄，还有强壮体魄的万猪奔腾。最后是瀑修法，让大雄接受瀑布的洗礼。又冷又饿的大雄一心只想着逃，可刚爬上墙就被神仙阴了一手，又下回了瀑布。经过一天的洗礼，大雄终于变呆了，成功坐上了筋斗云。
突然一阵香气飘来，原来是飞到了小伙伴们的露营地。眼看亲夫来了，静香兴奋的就要上去相拥，可脚下一滑，裙底风光无限好，神仙瞬间不淡定了，直接从云上摔了下来，晕死过去。大雄这才恢复了心智，虽然大雄也摔得很疼，但能见到媳妇儿，这点痛又算啥呢？那么小伙伴们，有人也想用这个道具修仙吗？